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印媒经常吹捧阵风战机，让印度国民形成审美疲劳了，还是说光吹嘘阵风战机世界第一已经满足不了印度人的精神需求了。最近就有印度媒体开始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吹嘘方式，印度又要赢了。根据印度媒体欧亚时报在当地时间1月3号的消息显示，印度陆军中有一款决定性的装备，它能够成为拉达克地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而这款武器就是 AH-64， 通常被称为阿帕奇。而为何印度媒体要吹捧这款武装直升机，理由更是奇葩。印媒认定中国目前可还没有阿帕奇直升机，但印度却拥有，这很可能让印度在战场上改变力量平衡。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阿帕奇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不过就其装备配置上来说，也算得上豪华。印度拥有的阿帕奇装备有长弓雷达，最高可携带16枚地狱火空地反坦克导弹，也兼容装备 AIM-92 毒刺空空导弹。此外，阿帕奇的常规武器中装配有链式航枪，每分钟射速625发，对于轻装甲目标和步兵有着绝对的杀伤力。加上具备红外夜视系统，在夜间作战中受到的负面影响也降低了很多。就这个情况来看，在南亚地区对付身边的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倒确实占据优势。另外，砸重金请美国升级之后，印度手里最新版本的 AH-641 阿帕奇还配装了现代化的电子战系统，因此印度媒体吹捧手里的阿帕奇倒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印度非要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放在中国面前吹嘘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就有些可笑了。先不说具体的装备性能差距和成本，光是一个数量问题，印度人就给不出个好答案。到目前为止，印度手中的阿帕奇仅有22架，对峙局面发生后，印度又找到美国人买了6架，具体什么时候到货还不得而知。但哪怕这些直升机都到货，就光凭这28架阿帕奇就想改变战争局势，还是先问问中国的各型无人机同不同意吧。更重要的是，印度直升机想要在战场上表现一下，最大的威胁其实来自于背后的队友。印度因为武器众多，火控系统的敌我识别一直是个大毛病。在2019年年初的时候，印巴展开空战，其中就出现过一次乌龙事件。自家的防空导弹精准命中了自家的直升机，还别说，打自己人的时候那叫一个准的，一发直接命中，当场带走一直升机的人。当时就有舆论指责印度军队内部管理混乱，己方防空部队为了偷懒，把敌我识别设置成了划分区域，过界的一律算敌方，这就有了击落自家直升机的事故。有分析人士调侃，印度军事报道依旧停留在对单一作战单元上。然而，现代战争早已是体系化作战的时代，印度想要从单一装备上找点自信心，有点难了。而且，同样的东西也要看谁在用。美军战场上使用的阿帕奇和印度战场上使用的阿帕奇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可不是同一层级的作战单位。印度人百思不得其解，面对不断增编的印军，中国士兵为何不害怕？而我军哨所内的一幕就说明了一切。据印度媒体方面消息，前几日中印之间正在为第9轮会谈进行协商。然而，就印军近期反复增编的举动来看，恐怕印方的诚意还得打个折扣。而随着严冬的到来，对于中印边防军最大的考验也随之而来。我们知道，比起装备与后勤，我军当然更胜一筹。对峙这么久，我军却没有丝毫退缩的意思，反而哨所越来越多。于是就有印度人问，为啥中国军队不会害怕？这个问题让印度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我军前线哨所里有一幕说明了一切。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一张我西南边防军前线哨所的内部场景，而这个博大的哨所内挂着一张横幅，格外显眼。横幅上写的是“誓与阵地共存亡”。誓与阵地共存亡这个口号看似简单，却又无比震撼人心。而我们中国人对这样的口号可谓实在熟悉不过了。从100年前先辈们追求救亡图存，数次面对最凶悍的侵略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再到面对大自然的摧枯拉朽，要人定胜天，
这句口号贯穿始终，而印度人似乎都没搞懂这一点。保家卫国的信念才是解放军最厉害的武器。回到1962年，那时候的印度从英国手中独立后，将自己视为大英帝国继承者的印度领导人自信心日益爆棚。那时候的印度人认为自己需要一场立威之战，于是印度人将中国选为了他们征服的对象。印度人认为，当初英国人在100年的时间里，已经让中国变得软弱，自己应该像英国人当初一样，让中国知道谁才是强大的征服者。然而印度人忘记了，现在的中国已经是刚刚在战场上横扫了18国联军的中国。结果也毫不意外，那场战争给印度至今都留下了耻辱的回忆。有意思的是，我们把1962年战争称之为未曾设想的大胜，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并没有与印度开战的想法，而印度至今也在思考1962年战争。不过印度人思考的不是我们为什么要与中国打仗，而是在思考我们为什么会输给中国。最后印度人得出结论，印度之所以会输，是因为自己准备不周，并且印度人还认为中国也并不强大，不然他们也不会获胜后立马撤出。可以说，就是因为印度人得出自己失败是因为准备不周的原因，因此在现在疯狂向边境增兵。然而印度人压根没想过，人数早就不是决定战斗力的关键。中国军队战斗力之所以这么强，还与强大的信念有关。即使面对敌我悬殊再大的情况，我军也会选择誓与阵地共存亡。何况今时不同往日，如果谁敢来挑战这支军队，必然还会留下耻辱的回忆。继印度国防部长之后，印度军方高层开始警告我国，与印度发生冲突没有好处。然而，印度媒体的一篇文章却令其感到担忧。静静关注本期军事热点。目前，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边境对峙仍然在继续，两国军队举行的军长级的谈判也一直没有取得特别有实质性的进展。据媒体报道，印度空军参谋长在谈及中印持续半年之久的对峙时称，中国与印度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不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由此可见，印度空军参谋长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与印度发生冲突没有好处。由此可见，印度方面这次是已经做足了准备，并且要一洗前耻。然而就在他们如此狂妄的时候，印度媒体的一篇分析文却让印度顿时感到担忧。该文章认为，如果说中国与印度之间一旦爆发冲突的话，那么美国将会站在印度这边，而他们的老盟友俄罗斯将会支持中国，站在中国这一边。所以说，印度很有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内与美国结盟。那么印度媒体为什么会这么肯定地认为俄罗斯方面会在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战争中帮助中国呢？据分析，首先是为了报复印度。众所周知，俄罗斯与印度之间一直都有着非常好的防务关系，印度军队中的武器大部分也是从俄罗斯方面进口的，并且就连最近在中印对峙的情况下，俄罗斯依然决定向印度出售武器，但是印度方面的一个做法却让俄罗斯感到心寒。近一段时间以来，印度军方似乎与美国军方走得更近一些，并且还准备放弃俄罗斯的武器，转头购买美国武器，所以俄罗斯方面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其次，俄罗斯与中国一直都是合作伙伴，双方的军事合作也非常的紧密。几日前，中国空军和俄罗斯空军还一同执行了巡航任务，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说，如果印度与中国发生军事争端的时候，俄罗斯肯定会帮助中国一起对抗美国和印度。由此可见，印度方面即使是由美国撑腰，依然还是对中国和俄罗斯有所忌惮的。虽然说眼下俄罗斯方面还在对印度进行军售，但是这一事件并不用过度的去解读它，毕竟相比于美制武器，我们更加情愿印度方面购买俄制武器。